家好，我是 SKGC 中国投资管理市长蔡连春。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我去年收到了公司发的20年纪念奖，是的，一晃20年，我把我的青春和 SK 中国事业绑在了一起。我2000年入职 SK China，刚开始做的是 GR 政府关系的工作，这份工作给我后期的事业开发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2006年我分到了 SK Energy， 当时公司特别需要做一些特大型项目，不分炼油和化工。到了2011年的时候 ，SK Energy 更名为 SK Innovation， 同时进行了分社。因为手上的中韩石化的项目，我自然和 SKGC 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感谢公司认可我的工作，我想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时代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leadership。相对于韩国的追求幸福的文化，中国企业更重视生存与发展。SK 在中国也不例外 ，SK 在中国只是一个外企，它并没有 SK 在韩国的地位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我认为我更需要5项的leadership。第一点是超强的执行力，让人心服口服的执行力。第二点就是授权于培育下属的能力。我相信团队的力量，我更相信年轻人的力量。培养年轻人不只是领导人，是领导的责任。这个问题有点大，我试着回答吧。我想 SK 20年前进入中国的时候，更多的是看上了中国13亿人口的市场和低廉的劳动力，赚取的是差价。那么20年后的现在的中国环境更符合 SKGC 的产品策略。SKGC 在中国不再是傻大强的大萝卜，我们有高端的精准目标，我们有碳2的高端包装材料，也有碳3的氢氧化汽车材料。前2天中国政府发布了2020年的经济数据， GDP 增长 2.3%， 人均 GDP 超过了1万美金，超过2万美金的人口大概14亿人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，中国将会是非常大的中高端市场。同时 SK 和 SKGC 都非常重视绿色发展。 Green for Better Life 是 SKGC 的 vision， 这也符合中国的发展方向。我个人认为 SKGC 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分为2018年之前和2018年之后。2018年之前，我们基本上是有什么做什么，就是说我们卫生工厂能做什么，我们在中国卖什么或者是投资什么。2018年之后，我们是主动出击全球布局了。我们现在在中国推动的项目有2大类，一个是提高中韩石化竞争力的项目，比如说 HCPP 还有 LND， 还有一个是和全新的合作伙伴开辟新的天地，比如说 EAA， 还有 HSPP， 还有废塑料的处理等等。那么这些技术呢，有来自于蔚山工厂的，当然更多是来自于 SKGC 近几年在海外的并购，包括陶氏和阿克玛。当然这些项目还在进行中，有一定的不确定性，但是我们在努力，我们拭目以待吧。这个问题我没有最好的答案，我只是觉得及时而且准确的沟通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身不在一起，所以更要确认心在一起。上一周 SKGC 用 Webex 的形式开展了Iman Workshop， 同时把会议开放给了 PL、CO 还有 Icon， 让大家直接听到 CEO 和高管们的讨论现场。我想这样很好。疫情给我们带来很多的不便，但是如果我们能把这些不便转化为更加开放的舞台，那就好。好的，老生常谈的问题。第一是核心竞争力，我很喜欢 SKMS， 尤其是 Peggy， 但是想要有霸气的工作，就要有能力。
要不断地强化自己的核心竞争力，成就公司的同时成就自己。第二点就是这个世界很大很精彩，不要只埋头苦干，偶尔抬头望望天空。当生活和工作连接在一起的时候，才会有更大的能量以及更多的幸福。谢谢。